WeGo 了。哇，乡村野牛，你都要填啊，你的收入是多少？我说 no，I will do it myself。他说 no，真实感好像只有马来西亚人懂，你把人钱摆第一，主义的游戏。可是赚钱的目的又是什么？如果没有这些问题，马来西亚不会变得这么包容。我知道你去新加坡感受一定不好，因为你是哭着走的。新加坡一直是让我感到紧张的城市。老实说，我不知道我去我能不能打关成功，各种各样的紧张。如果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分别比成一个人的话，你的画面是什么样的？这个比喻是我这次一到达樟宜机场，踏上新加坡之后立刻想到的。我觉得马来西亚就是一个乡村野妞。乡村不是野牛啊，乡村野妞，对 ，wild girl， 对， okay. 你会觉得它有一种闯劲，然后它有一种很坚韧的力量在那边。Okay. 但是它可能不是你世俗意义上的，你觉得它是一个 likable， 然后各种规划，然后教养什么都懂，礼仪都懂的那个野妞。但是你就是觉得它有一种生命力。或者讲说它是一个 rough diamond， 你很想去把它去进一步去 polish 的这种一个未来可期的状态。但是你到了新加坡之后，我的感受就是它是一个已经经过非常好的培训教化的一个大家闺秀。你知道它永远在那里不会去出错。千金小姐，大家闺秀。没有千金小姐，你只是觉得她是大家闺秀。然后你知道她的这些所有的东西，她是为了越做越好。因为你知道它的历史，你知道它是从跟马来西亚一样的差不多的一个地方它去发扬出来，所以它不是一个千金，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大家闺秀。那听上去新加坡还是让人会感到一些不可接近我觉得是非常 unapproachable 的这种。可以举些例子来说明这个观点。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让我非常吓到的就是它这个打车 Grab 打车的这个贵。非常非常贵到什么地步呢？早上去办事，从我的酒店去要办事的地方就是2.85公里。那天是下了大雨，9点半我打了这辆车，一共是20块新币。那是接近100块人民币，对，60马币，对，对，非常非常贵。那这种贵，你觉得就是不能承受的贵？这是一种在金钱上让人感觉难以接近。对，第二种难以接近就是你感觉，就18年11月去完之后，我更明显的感觉是，这次去你是必须要用英文，全程用英文，你才可以在新加坡 survive。但是我2018年去的那一次，我觉得至少很正常，我可以用一些中文去说。对，就我举个例子，我这一次我朋友教会我去坐这个新加坡地铁了。我进去之后，我没有朋友教之前，我是非常惊讶，我都不知道在哪里去买票，因为在这个新加坡的地铁里面是没有任何一个 vending machine 你可以去买地铁票的。那怎么坐地铁呢？对，我就很紧张。我首先是作为一个我始终感觉到自己有一种冒充者，就是我不配在这个地方，我可能英语不够好，我不太懂这个大生活的这些规范，所以我就自己先在这个地铁站里面巡视了1周，我想凭我的智力是不是可以找到 vending machine 我可以去买，甚至我在去之前我还去换了一些新加坡币，我想是不是要用钱，我所有准备我都准备好，但是我找不到，我失败了，所以我就跑到这个 information center 我去找了工作人员。好死不死，我那天用的是 Google Map， 我的手机是中文的，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要去这个小印度，你能告诉我怎么买这个票？然后就是这个感觉是就是华人长相的服务员，直接跟我说 I don't speak Chinese， 然后一下就震惊了，然后再切换到英语模式，告诉他 I want to go to a little India， Would you please guide me? How can I buy the ticket？ 然后他就告诉我you don't have to buy the ticket， 我们这里没有一个机器。然后他说你有没有这个 Visa？ 你有没有信用卡？我说我有。然后他就报了一串信用卡，说只要你的信用卡是这个里面的，你拿着信用卡就可以去。然后我才知道新加坡的这个地铁已经实现了这个无票化，你一定要用它的 either 是专门的这个公交的什么类似于像 monthly 的这个 coupon 这种月卡，或者就是你用这个带芯片的这个Master Visa， 连 American Express 都没有你在上面去刷卡就可以进去了。所以我就震惊了。然后这是第一个震惊关于地铁的。第二个震惊就是我那个朋友在那个新加坡已经是工作生活了6年多了，然后那天我们吃完饭，他告诉我说你的酒店很近，都不用坐这么贵的这个出租车，我带你去坐地铁，然后但是要换3次。结果他在换乘的2次过程他都走错了。他也走错了。就是那个他平时坐吗？他每天都上下班地铁。就是说我们去了一个站，好像叫 Newton， 那个 Newton 是在这个站里面有4个地铁可以换。但是这个地铁呢，可能是出于这种 decoration 的 purpose， 他把所有的招牌都做得非常的克制，就是小到说，以我们2个这种粗枝大叶的人，
其实你就会不知道到底是从哪里走。所以我们就找这个，它只是非常小的，大概是这样宽的一个，然后用颜色标记说这个地方1、2、3、4有4条线路，然后你就要去寻你做的是什么颜色的 color， 然后你去找这个颜色匹配的那些小小的路标。就是我觉得它是为了美观，它是失去了指引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是很费力的找到，就在下面一个地铁的一个大迷宫里面兜兜转转，我们俩都迷路了。我觉得我听上去，我作为一个外人啊，我觉得首先确实有很多华人应该是本身就已经不说法语，他只会英语啊。那第二个，你刚讲的在地铁寻找的过程，让我想到纽约、日本，想到像在英国，对，就我感受和在上海的地铁啊，或者是不一样的，就它好像是我这个 system 已经在正常的运转，对，它这个东西不是为了 guide tourist， 而是为了你如果想，你可以再去看一下，这是一个备份。我觉得就是它有它说明，就是新加坡，就是这18年以后我再去的感受，就是它是精心挑选了。一批人可以去访问他这个新加坡，对吧？因为我在去办这个签证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了，他对你各种各样的这个条件设限，哪怕我是办旅游签证的话，你都要填啊，你的收入是多少 ？OK， 就类似于就是精心筛选。哇，像以前去美国那样。对对对，然后你去了之后，你就更可以感觉说，它那个成熟的高速运转的这个 highly regulated 的这样一个 community， 它是严丝合缝的。所以他只是希望你知道这个规则的人，或者说你有这个能力会迅速的 pick up 这些规则的人去进去。他是这样一个态度，你觉得高不可攀？其实，对，我4年之前去，最后一次去，我觉得它是有一点像香港，因为它在某一些地方你还是可以看到杂乱无章。但是我这一次去，如果我的脑海当中把它去类比，我觉得它最像的就是纽约的 downtown， 或者说是 Chicago， 就是有那个 Millennium 那个大铜球的那个地方，就是非常的都市，非常的这个先进。它已经不太像香港了，因为我去到 Little India， 就是小印度嘛，你会觉得说印度可能会那个地方你还是会感觉到会有一些对，但是你到那边去我就傻眼了，像小印度里面的一些 grocery 就是杂货铺卖这种水果蔬菜，它堆的那个整齐程度可以 compare 的就是 MUJI 无印良品那个摆放，或者说是优衣库那种，完全是强迫症的那个整齐。就是你在奥地利你还是能够看到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就是这个城市至少我这次去到的这些地方，你没有看到任何的缺点，你没有办法去指摘。然后这个城市整洁程度，还有就是美貌的程度，你可以想象在 downtown CBD 的地方，你是没有看到地铁牌子的这个指引，你走在路上，你必须要靠着 Google 导航，你才可以走到地铁站。然后我就 lost 300米的距离，兜了个很大的圈子，我找不到，真的找不到。就我以前去新加坡的时候也去过几次，大概10年前在之前的时候去过几次，我感觉还是比较像 Georgetown。就那种起角楼还是有一些破旧的，小店很多啊，你可以跟人正常的交流，买东西吃，确实跟你讲的跟香港很像，但我不知道现在是这种感受，就是我可能这一次去的这几天，唯一一次让我感受到这是一个 ground touching 的城市，有生活气息的，就是有一天是早上下大雨，那个路上积水积的就是像开船一样，我坐在车上你就看到那边的上班族是在路口看到被淹没的这样一个人行道上全是水的这样要过一个十字路口，他是停下来打着伞把他的鞋子脱下来，光着脚走过这边，拎着他的鞋子走过去，那个 moment 我觉得那是正常的，我能够触及的生活。只有那个 moment， 就这个城市失效了，你才能感受到它的正常。它好像是一套精密的，像瑞士钟表一样的一个体系，对吧？插不进去。你如果是个外人，你不懂它的 protocol，你不知道这里面的规矩，你就融不进去。它整个体系也在反向的筛选你。对，你赚的钱不够多，你来的地方不够好，你都拿不到 visa 进去。对中国人来讲，对，还有就是另外一个跟比较接近的，我感受到很不爽的一次体验，就是跟朋友一起，他找了一间餐厅，应该是相对比较高级的一个中餐厅。到那边去，我朋友做了一个乌龙，他的 appointment 他约错了，他约了是后面一天，所以当时我们报出名字的时候，这个 receptionist 是完全没有办法找到我们，然后他那个脸就马上板下来。你感觉开门做生意也不至于这样嘛？他甚至有感觉就是说那你们就走吧，明天，因为你们每个 reservation 是明天。那我有点不死心，我们因为跟朋友都已经到了，我就问了一句，我说 Can you find a table for 4 for us today？ 然后他就非常不情不愿的，然后说了一句说Wait a minute， 就是你感觉说可能里面是 fully booked，
他已经 hot 到这种地步。但是后来不是，然后他不情不愿的领我们进去，就发现那个大堂里面其实40%是空着的，没有人，而且也没有 reservation。然后我们就很轻易的就坐下来，然后当天也吃了这餐饭。但是我就在想，是什么让他不愿意去 offer 一个想掏钱消费的这样一桌客人去 host 他？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就在他的整个 system 里面，他永远信奉的是效率第一。就他首先要看你的规矩对不对，他首先判断的是你做对了还是做错了。你做对了 OK， 协议对了握手，你进入到我这个体系之内。你要做错了，他没有办法，就他的脑袋或者他整个系统很难去应付这些例外。对对对，就是说他把这个摆第一啊。那如果说你在马来西亚，大家经常讲的是什么？你把人情摆第一。就我觉得你讲的有道理，我这个可以通融。我们那朋友不说在澳洲也是这样吗？那他就会为你去做一些改变，让这个事情变得顺滑、流畅。对，然后你这些启发了，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新加坡人他们这种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你知道你的成长路线是什么样，你的工作应该做这些事情，所以一旦超出这个工作范围之外的事情，对他来说就是很难去处理，他不知道怎么去通融。就像那个把我们拒之门外的那种一脸冷漠的，甚至有点像责怪我们的这个服务生，可能他的工作规程就是告诉他根据预约带领客人进去，至于说没有预约的客人 sorry 不知道，然后他就有点手足无措。他是确实不懂，所以他那个变成本能。不，我觉得不是确实不懂，而是他觉得说，他如果说去做没有规定之外的事情，是一种他不知道会承受什么后果，他有点担心。我觉得其实是这个，因为另外一个事例是我有跟一个新认识的新加坡人，他是一个猎头去吃饭。那么因为你以前也做过这方面的事情，我做过猎头，我可以补充一下，我觉得你作为猎头的话，首先要非常 street smart。因为整个 business 从认识客户，然后三方客户人选猎头之间促成这个交易到你完成，都是你一个人完成的，所以你需要变得非常灵活才行。你对生意要非常 business acumen。那你碰到的人是什么样？我碰到这个人，我觉得他本身是非常有 potential 的。我从跟他交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很有潜质的，所以我就跟他去介绍说，你以前用过的一些生产力工具。我说我的先生以前在做猎头之后，他觉得说很费时间的那一部分可能是做 talent 这个 mapping， 然后searching， 所以他当时就自己去请了一个印度人的那种秘书服务公司，可能1个小时就是20-30块美金，对吗？没有。几美金而已，对。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其实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现在没有一个 team， 但是你大量的时间是花在这种很 boring 的 time consuming 的这样一个 searching 过程上，你有没有想过去花一些钱去雇这些印度人帮你去 search？ 然后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个公司不会给我报销这个钱了。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有没有想过，我说你就自己掏嘛，也没有多少钱嘛，然后你承担你 close 一个 deal 的话，你这些钱的话是完全可以支付。但是他就说这个东西，这个公司没有付啦，但是我要自己掏钱，这个好像立刻就是畏惧Come on， 他没有这个 creativity 在这个里面。会不会有 compliance 的问题，把这些信息交给一个外人？我觉得no， 对，他立刻就先说了，然后包括因为他有跟我提了一些他想做的事，我说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business model， 你为什么要等到你给自己设了40岁以后再去做 ？Why don't you do it now？ 他第一个反应就说公司会不允许。我说公司不允许你 apply for exception approval， 对不对？对。他说，那不行啦，公司制度就那边，立刻就畏惧。就是他给自己设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圈子，我觉得是他们可能教育，然后公司的制度都在那里，所以那个就是其实一个玻璃的。他是不愿意自己去突破的一个牢笼，所以这个大家闺秀其实也是有很多恐惧的。对，就他这个恐惧是由他上面的大量的规范、公司的规定、经济的压力所笼罩的，因为他们还担心要还房款啊，怎么样的这个压力，对吧？对。他就跟我讲的他跟我说为什么是40岁，因为40岁之前就是要赚钱，有卖房贷。你觉得 typical 的就是那本《富爸爸穷爸爸》里面讲到的这个穷爸爸的生活吗？对吗？因为他那个那边政府他会给他们年轻人那种优惠的利率，他们很早开始参加工作就会买那个公屋，所以他们就需要去还房贷，那么就要去一个 stable foreseeable 的一个 career path。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典型的精英主义的游戏，就2%以这样的东西来维持剩余98%人的生活和工作。富爸爸称之为叫老鼠的一个逃跑游戏，就你即使一直在这个笼子里转，你不会跳脱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我们从中国过来，我们也被一些东西捆绑，我们捆绑的是别人告诉你怎么样，父母告诉你怎么样，上面告诉你怎么样。没有想到新加坡一样它虽然有很好的法治规范，但它还是被这些东西给捆绑住。
对，哇，大家闺秀。那马来西亚这个乡村野妞，你觉得他在这里感受不到吗？首先作为外人，你要感受什么？就感受不到这种紧张和压力吗？比较少，就是我觉得